是这儿疼吗？有点儿。来，最近没有休息好吧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哪能休息得好啊？我给你开点安神的药吧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你自己调节，以后啊，尽量少熬夜。知道啦。给。身体是自己的，别人可帮不了你啊。谢谢。美惠子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想请你吃个饭，顺便谈一谈。不就是那点破事儿吗？有什么可聊的？对不起，上次误会的事是我误会你了，但是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。那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希望渺茫哦。没有关系，就当我们是在异乡重逢的朋友，一起吃个便饭嘛。那好吧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换件衣服。好。
你跑不掉了。你今天晚上不能回去了，就住这儿吧。这个山洞啊，是以前猎户们打猎歇脚时用的。自从日本人进了新矿区，就好久没有人来了。不行，我必须离开这里，不然会暴露的。可是你这腿……没关系，我会撑住的。看来这个黑旋风这一次重出江湖，针对的就是我们新井矿区。那个黑旋风有什么特征？你还能想起来吗？除了他的眼睛，其他部分都被遮住了，所以看不到。他不是你的仇人吗？安藤参谋长就没有向你说起过他有什么特征？当年他袭击我父亲的时候，也是这么一身装扮。唯一能确定的就是，他是个男人。全城戒严，搜查那个左腿带枪伤的男人。那这里补充人手，加强警戒。我会尽快的安排这些患者回国。嘿，罢工的领导者查到了吗？表面上看是崔永义和铁勇这两个矿区队长，不过据我调查，他们都听会计李国柱的，所以我认为李国柱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。3个人都抓起来，不管审讯结果如何，就说他们通共，屈打成招，统统枪毙。我已经做出了让步，可煤炭产量却迟迟不见回升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这个指挥官也快做到头了。我们也走吧。美惠子，你在想什么？黑旋风已经从我这里拍摄到了资料，为什么还要进我的办公室呢？而且和上次那个黑旋风相比，今天这个人武功显然更高。难道有2个黑旋风？昨天黑旋风出现的时候，有谁在场？我在场。大概什么时候？大概5点半，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。难道真是师徒2个黑旋风？放开他，他是我的病人，无论你是什么目的，我不能让你把他带走。
芷婵，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当心。师傅，这个人交给你了。那么你打算把这个人放在这儿多少天？现在还不好说呢，就看什么时候能救出李国柱了。来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最希望这小鬼子不要杀李国柱，这样子我就不用冒险了。如果这是钱野的意思，李国柱就很难幸免。说句实话，让我到警务处去救人，我还真没有这个把握。那你打算怎么干？还不知道呢，我再想想吧。另外，刚才那个人是病得不轻啊，随时会丧失生命。如果死了，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。你要尽量的抓紧时间。头里罩着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停下！少佐阁下，还没认罪？少佐，我真不是共产党，你他娘的抓错人了。继续打。你他娘的抓错人了！三个人都不认，那就继续打，打到死为止。可是工人们反响很大，似乎又在酝酿着什么。早上周亚青也来找过我，要求放人。我的答复是，这三个人有通共嫌疑，还在进一步审理。放出告示，就说一查实，三人确实共党，3天后广场处置。那些美黑子看到告示，唯恐担上通共的罪名，肯定会躲得远远的。黑旋风昨天晚上又去了医院，接走了我们的一名士兵。我联系好了，你把剩下的患者集中起来，运往徐海。松本将军会安排他们回国。我知道了。还有，要尽快的找到那名士兵，如果不能活着带回来，直接干掉，绝对不能让他成为敌人的标本。那个士兵叫宇多田，我去他的病房查过了，黑旋风是从窗户进去的。可是隔离病房区的窗户从来都是不允许打开的。我不明白他是怎样从没有一丝缝隙的窗外拉开了窗栓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设想，会不会是黑旋风曾经到过宇多田的病房，从里面拉开了窗栓，为昨晚的行动做好了准备。我问过看守的士兵，他们说前天晚上宇多田突然心力衰竭，美惠和护士琳娜赶过去抢救，他们身边还跟着沈少元。沈少元。
进来。哎呦，二位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工作啊。啊，忙着呢，主航道的设计工作。哎，请坐啊，坐呀。前野大佐，您这是有何贵干？你的头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这不周老板为我接风吗？一时高兴多喝2杯，摔了一跤。有没有去医院？去了，当时就去了。沈先生，还去过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？什么地方啊？隔离病房。啊，当时我记得好像是病房里面有一个，患者是心力衰竭，美惠呢让我过去帮忙。怎么我不该去那儿啊？是美惠让你去的。啊，她说她忙不过来，我就去了呀。先把你的裤腿挽起来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，大佐您不会怀疑我什么吧？你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例行公事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正在抓捕黑旋风，他的左腿中了一枪，北美有所疏漏，我们都要检查，就算是我们日本人，也不例外。你这么做是对我的侮辱，知道吗？我可以上大使馆告你们去。沈先生，请你不要激动，我们只是想看看你的腿有没有受伤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觉得受到了侮辱，我们也可以不看。可是我觉得，继续被人怀疑，也许是一种更大的侮辱。我告诉你们二位，现在日本跟德国可是盟友关系，你们这样公然的怀疑盟友，已经违反了3国公约，我可以去告你们。还不相信是吧？好，你看，有吗？你看有吗？腿上中枪了是吧？中枪了能这样吗？中枪能这样吗？中枪能这么枪吗？沈先生，你不要这样。中枪能这么坏是吗？滚！对不起。看来是我搞错了，可我依旧坚信黑旋风曾到过宇多田的病房，从里面拉开了窗栓。还有谁？美惠、林娜。黑旋风是个男人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要得罪他。如果他真的向使馆投诉，必然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。就算是松本将军，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。我以后会小心的。可是，就算他不是黑旋风，也很有可能是黑旋风的同伙，不然，窗栓的问题很难解释。大佐，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再向美惠小姐求证一下。我会去问她的。你抓紧时间搜捕宇多田和那个左腿带枪伤的男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我知道了。此时的罗启明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危险。现在钱野去向美惠求证，如果美惠说不是他让自己去的隔离病房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他想打电话告诉美惠，自己是这样跟钱野说的，但是电话没人接听。罗启明内心更紧张了，自己会不会因此而暴露？进去先检查病人的心跳，准备 AB 型血。行。美惠，记得进手术室，立刻麻醉。我去换手术服。美惠，钱野叔叔，病人需要马上手术，有什么回头再说吧。美惠，
我只想问一句话：前天晚上，是你让沈尚元跟去宇多田病房帮忙的吗？他能帮我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就一路跟着你来帮忙来了。还不赶快过来！哦，是啊，是我让他帮忙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除了医院相关人员，谁都不能进入隔离病房。那不是特殊情况吗？当时林娜要去拿吗啡，我正好又需要助手。哎呦，跟您说了你也不懂。那个黑旋风是从窗户进入病房，劫走宇多田的。我怀疑他曾经混进过宇多田病房，事先打开了重栓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沈少元当时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？没有啊。您是怀疑沈少元是黑旋风？他要是黑旋风，就不是沈少元。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没有。哎呦，秦野叔叔，我真的要去做手术了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啊。哼，再见。就算他是黑旋风，也得由我亲自解决。因为你去过隔离病房，日本人正能把你枪毙了。我真没想到小日本竟然这么狡猾，他们竟然能够猜到是我偷偷的潜入到隔离病房里面，然后从里面打开的窗栓。那他们有证据吗？我说谎就是证据。我原本打算让美惠帮我个忙，帮我做个证据，跑了半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打电话他又不接。我估计这个时候啊，钱也已经知道我撒谎的事情了。何主任说过，如果确实有危险，我们可以撤离。我就是不甘心。那你想好怎么圆这个谎吗？哎，千叶大佐，你请。这么快？啊，这儿。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好，好的。先生，眼镜。大佐，今天打算看哪条腿？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先生。不是您这是？为我今天不礼貌的举动，向你郑重道歉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，我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。来，走。哎呀，我给倒点水。来，请用。这样最好，我就怕你闹情绪，影响工作。这都怪我忘了和你打招呼。隔离病房区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大日本帝国的一些机密，还请你谅解。你可能不知道啊，我这个人的梦想呢，就能设计出一套世界上最先进的煤炭开采系统。我对你们国家那些什么机密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是。
田爷啊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大煎饼。是。你找什么呢？顶针不见了。顶针？哎呀，就放到这儿了，到哪儿去了呢？就是那个破顶针啊！行了，别找了，赶紧趁热吃吧。找不着那个顶针啊，我啥也吃不下。莲姨，就是一个破顶针，用的都已经打滑了，丢了刚好，我再给你买个新的啊。你说的倒轻巧，没那个破顶针，我能把你们2个小崽子拉扯大，用了一辈子了，都用出感情来了。就算你给我买个精的，也没法跟他比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头呢，我带几个人过来，就算把房子给拆了，也替你找到，好不好？你就放心吧，我沈少元不是个小气的人，这事情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当时也说气话，难道我真的为这么点事儿跑去告状去？不可能。沈先生的气度果然非同寻常。哎呀，你这……哎，对了，正好有一个事儿，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请讲。那个，你们那儿叫，对，李会计，他真的是共产党吗？我只是怀疑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哦，我觉得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还不如先把他给放了。你要不放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矿上人心不稳。这件事情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如果有人闹事，皇军会处理。可是我觉得，我知道，你可能会认为我依仗武力滥杀无辜。对日本和中国的这种关系，请问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可是达尔文忠实的拥趸。用他的话说，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。如果说一个国家长期的积贫积弱，通过自己的力量又无法改变的话，那么外来的帮助就显得非常有必要。就好比我们德国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，最先进的技术，所以我相信，在我们优秀元首统治下的德国，一定会让这个世界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。太是了！又是，请留步。那大总您慢走。怎么样？他好像不知道在说谎。难道是美惠？美惠？为什么要把他们都转移走啊？美惠小姐，难道还要把他们放到这里，给敌人再次下手的机会？可是我还没有找到治好他们的办法呢。反正你也治不好，到哪里不是都一样？再说了，你也不用每天那么辛苦。我会尽力的，但是前提是他们留在这里才有希望啊。对于你的敬业精神，我非常敬佩。可是不要忘了，帝国可不是只有你一位医生，给他们换个环境，对他们或许会有好处。再见。喂，这里是美惠办公室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
你是医生，我是病人，那你说有没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？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你好歹你也问问我，头是不是还疼了？是，哎呦，你看，这说着说着头就开始疼了。喂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反省。就光反省啊？难道说你没有说想拎着什么水果呀、罐头来看我的冲动吗？哎，就是过期的也行。好了，我去找你。既然他送上门了，那我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黑旋风。缝好了吗？好了呀，好了就不能找你了。好了，就不是我的病人了。我初来乍到的，你给我当次导游，介绍一下这个街道。这条街叫做莲花街，是这里的 Akasan。白天的时候呢，比较冷清，到了晚上会很热闹，两边的灯亮起来还是很漂亮的。你还会英语啊？会一点点吧。东京有很多英国人，学校也有英国同学。你哪儿毕业的呀？帝国军医学院。按理说你这样的人才应该很多地方抢着要才是，你干嘛来到这种小地方？当然是有原因的。我要找一个人。不会找我吧？也许就是你呢。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。你看啊，咱俩都是搞科研的，从这方面来说呢，咱们其实挺般配的。患者都被转移走了，还研发什么呀？你说那些隔离病房的患者嘛，怎么突然就转移走了呢？还不是因为那个黑旋风，他把宇多田劫走了。钱也怕这里不安全，就把人全部送走了。你完全可以把我当成罗琦，咱俩可以谈谈情说说爱，那没准我还真能爱上你。你骗不了我，我知道你是罗琦。你别忘了，甩掉你的人是他，我沈少元绝对干不出这种负心的事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怎么会允许我心爱的女人苦苦等待这么多年？他对得起你一片痴情吗？他不配，他死得好，他早该死了。难道说凭你的相貌，你不能找一个心爱的男人吗？啊，你干嘛要为一个已经死去的男人而这么苦苦的活下去？忘了这个混蛋，跟我重新开始。这次幸亏没有破相。我找他都找不到呢，干嘛躲他呀？你为什么要找他呀？小时候，他杀了我的妈妈，还打伤了我爸爸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是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。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爸爸曾经也是一名武士。江湖上的腥风血雨确实很残酷，但是我实在想不通，黑旋风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情，为爱，得不到就毁掉。你们买束花吧，你们买束花吧。哎，阿姨，你们买束花吧。小混蛋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这里不能卖东西，我出去。我走。放开我！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我！给我放上！美惠小姐，我们夜总会有规定，在这里卖东西是要交钱的。他卖几枝花能挣你多少钱啊？你连他的竹杠都敲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这是香姐的规定。别怕啊，有姐姐保护你，看谁敢欺负你。拿着。既然花已经在手里了，干嘛要花钱？我全买了。拿着吧，这个家伙有的是钱，不用找了。拿着，回去吧。谢谢姐姐。你的花。
买给你的花。好神奇啊！好多以前没有亮过的灯，今天都亮起来了。有啊，要真的有的话，也是欢迎我采矿专家沈少元的大驾光临。沈少元有什么稀奇的？那谁稀奇啊？你为什么只是长得像罗启明呢？雅青说，罗启明的武功很厉害的，你要是他的话，就能帮我报仇了。你真的希望我是他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真是他的话，咱俩可走不到一起去了。说的也是。找辆人力车回去吧。啊，我的脚扭到了。疼吗？哎呀，挺疼的。行了，这下好了，给了我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。我背你吧，来吧。小顺子，沈先生回来了吗？哦，没有呢。哦，他几点出去的呀？5点多，打个电话就出去了。给谁打的电话呀？好像是美惠小姐。小姐，您找沈先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他没什么事儿。那你就不能靠着我点儿？你知不知道我这样很吃力啊？你想占我便宜啊？啊，这回行了，以后不用再担心那些患者了。正好回家休息2天，把脚伤养好。虽然患者被送走了，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还要继续研究啊？谁知道以后新区还会不会有同样受伤的患者？不管怎么样，如果这个病理研究成功了，对人类都是有意义的。那样你会很辛苦的。小时候刻苦练功，唯一的梦想就是报仇。可是当我成了一名医生以后，才发现过去的自己活得一直很沉重。当垂死的患者在我的治疗下恢复了健康，我才真正品尝到快乐的滋味。纵然辛苦也值得了。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咱俩其实挺像的。我放弃了德国优越的生活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追求的就是科技进步。我不开矿，开采系统是先进还是落后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。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不同了。如果说我能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这么一点点的贡献，那么我的付出就是值得的。啊，到了，慢点啊。要不要上去坐坐啊？你要是约我在这过夜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说什么呢？想得美。所以说嘛，为了避免被你这样的女人欺负，我还是回去好了。真是奇怪，你说我们才认识几天，怎么像认识很多年一样？啊，有时候2个从不相识的人，的确也很有可能一见面就变成知心朋友。你也喜欢老太太是啊？对，那咱俩现在可是朋友了啊！你别说我没帮你，我昨天给我那个德国的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，
而且跟他提到了你的研究，他还挺感兴趣的。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嘛。如果说你想尽快的找到病因，最好还是接受别人的帮助。虽然我现在的心情很迫切，但是不行。很多人在警告我，如果把秘密泄露出去，会死得很惨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更感兴趣了。什么秘密这么重要啊？哎，当然我管不了那么多啊，我永远支持你。那我回去了。好。美惠通过对沈少元的试探，发现他根本不会武功，这让他对他的怀疑顿时消失了一大半。沈少元的体贴和善解人意，又让美惠对他产生了莫名的好感。要好好活着才行啊！小姐，沈先生回来了。啊，知道了。看来美惠啊，对我也是有所怀疑的。她一再试探我，虽然都被我化解了，但是将来想从她的手里再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那就很困难了。他为什么要防着你？他不是防着我，他是防着黑旋风。他跟黑旋风有仇。你不就是黑旋风吗？是，我是黑旋风，他跟我之间没有仇。但我觉得他跟黑旋风也不应该有仇，当中应该有什么误会。先生，小鬼子怕他的资料泄露出去，为什么不杀他灭口？他是日本军医大学毕业的，我想啊，他可能是有不少的朋友、同学在军中效力。有这样或那样的背景，所以说小鬼子不敢轻易动他。他这边是没指望了，现在我们只剩一条路了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只要有李国柱的帮助，你就一定可以把人弄出来？我保证。啊，美惠更年轻，每天都充满着青春活力。周雅青，也挺漂亮的，但是就是年龄有点大。啊，雅青小姐家世好啊。好什么呀？除了这么一个院子之外，还有什么呀？矿山都是日本人的。你别看我还没结婚啊，我身边从来都不缺女人。像周雅青这样的女人，最多只能玩玩，不能认真，否则肯定粘上你。啊？女人呢，是用来点缀男人的。每个女人就像是玫瑰花一样，哪个男人不想拥有一座花园啊？先生，您说的这些我也不懂，我还是给您倒洗脚水吧。
他走了。你看见了吧？有的时候活人比死人还遭罪。要不是因为你哥哥，我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。早，早，周小姐。早。哎，听小顺子说你昨天晚上找过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怎么，还不好开口？有什么事你尽管告诉我。你用不着总绷着个脸嘛。据研究表明，笑容能够调动人面部的44块肌肉。你要经常运动它，生命在运动嘛。这样的话，青春就会在你的脸上保持得更加持久。我的青春已经被一个叫罗启明的浪费掉了。需要我替他帮忙吗？小青，我接你上班，上车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走一走。又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他惹你了？英雄，我们订婚吧。你不愿意？我没有不愿意，我只是觉得你最近的情绪不太对劲儿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订婚了？那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哎，别，我又没说不订。上车吧。师傅，要再这么下去，我真的要疯了。什么叫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？这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心爱的人就在眼前，你不能相认也就罢了，我还得不断的伤害他。日本人把你安排进州府，就是等着你发疯。你此时如同身处荆棘之中，心动就会有妄动，切记不可露了马脚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我也知道呢。我跟他越接近，对我来说就越危险，所以我才狠下心来对他一次次的伤害，就是想让他讨厌我。可是师傅，他毕竟等了我10年呀。每次我一想到这儿吧，我这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内疚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那好，如果你真受不了这样的压力，那么就带着雅青离开这儿，远走高飞吧。这怎么可能嘛？你明知道我根本就离不开这儿。我承认，我当初在监狱答应梁喜顺的时候，我有那么一点点无赖的想法。但是后来梁喜顺是因为我而死的，我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到现在，我觉得应该有些事情比个人的感情更重要。虽然一气之下说出要和关天雄订婚，但是周雅青内心还是忘不掉闯进自己生活的沈少元。启明啊，你回来了。周小姐，你
是不是喝酒了又？我一下就看出来，脸都红了。每当我看见周亚青为了矿山被霸占而苦恼，我就在想，还有那么多的人因为家园被霸占，甚至于失去亲人，那他们得多痛苦啊！跟他们比起来，我这点痛又算得了什么？尤其是在我穿上黑旋风衣服之后，我才真正的明白，我所代表的不再仅仅是自己，而是我们的民族精神。我在做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，比爱情要重要多了。你这么说，证明现在已经开始觉悟了。因为过去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周亚青，而现在你已经爱上了你的任务，爱上了黑旋风的使命，更爱上了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老百姓。这些情感开始分担了你对周亚青一个人的爱，只是当事者迷，你现在还不清楚，还理不清楚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此消彼长，你以后就更可以坦然地去面对周亚青。好了，说说正事吧。前2天小鬼子到这儿来搜过，你放心，这儿还是很安全的。只是那个宇多田的身体状况令我担忧啊。师傅，这个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你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。这我清楚，但你应该知道，我除了对筋骨、跌打损伤外伤的治疗之外，我对其他疾病是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啊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来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请说。宇多田的病情怎么样了？他是所有患者中最严重的。那你平时都给他用些什么药？呋喃苯氨酸加上小剂量的吗啡，当然也会根据病情有所变化。如果停药，他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？这个说不好，可能活不了多久。太好了！怎么？你希望他死？如果他死了，敌人的算盘就会落空了。他可是我们国家的士兵啊！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？他才19岁。好了，美惠小姐，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这个话题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不管。难道你不想找出黑旋风？师傅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想找机会刺杀钱野。你现在这么做，不是更加激化了仇恨吗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仔细琢磨琢磨，无论是从警务处救人，还是劫法场，成功的几率都不会太大。就算是我能把李国柱给劫出来，那又如何？我怎么安置他？到头来只能把人还是送到你这儿来，跟宇多田藏一块儿。可是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李国柱帮我把宇多田给弄出城。所以，最好的局面就是李国柱他自己能够堂堂正正的走出来。杀了钱野，他就能出来了吗？凡事都有个症结嘛，只要找到了症结所在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而钱野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如果他死了，向原金儿肯定不会随便杀人，李国柱也有可能会获释。这目前看来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因为向原金儿他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如果杀了李国柱、铁勇、老崔这3个人，肯定会激怒矿工。没有钱野在上面替他顶着，这个责任他担不起。那么
新来的指挥官又会如何？新官上任吧，肯定首先是安抚人心。再说了，前言也讲到过，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李国柱他们那几个人就是共产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相信这个新官上任之后，肯定会有不同的决定。这个办法可行。另外，我要刺杀钱野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帮帮雅青。因为钱野很快就会完全的霸占矿山，要是雅青一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万一他去找钱野理论，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刺杀钱野必须要有周全的计划。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，樱花会馆和夜总会，他们只有一个排气筒，也就是说整栋楼只有一个通风管道。只要能找到那个通风口，应该就可以进入樱花会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沈少元在哪个办公室啊？啊，2楼组长室。组长室？啊，对。哪扇窗户？就这个，这扇窗户。好，谢谢。做的还挺认真的嘛。糖炒栗子。昨天看你累得那么惨，还不得表达一下我的谢意啊？哎，脚怎么样了？哦，还有点疼。哦，你干的呀？嗯，那个吃个栗子。眼睛怎么了？像刚刚哭过似的。我是个没有泪腺的人。还不是因为那个香原健二，昨天夜里突然把我吵醒，非要拉我去医院，一直忙到天亮。怎么了？医院出事啊？他把医院所有的呋喃苯氨酸全部收走了。这个警务处长有意思啊，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前途了，开始改卖药了？他是怕黑旋风得到。黑旋风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给宇多田用啊。香原健二说了。他说：“黑旋风抓到宇多田是为了研究他的病，可是如果人死了的话，那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了呀。宇多田服用呋喃苯氨酸才能维持他的生命，所以香原健二认为黑旋风一定会去医院抢药。”这香原健二真够精明的啊！比起我，他还差那么一点。是吧？怎么说呢？我偷偷留了一些放在家里，他没发现。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给周伯伯用啊，你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呀？我没见他发作过。呋喃苯氨酸是治疗高血压的良药，隔一段时间雅青都会去我那边开一些。哦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